麦当劳，香港的第一餐，最起码是个什么叉烧饭吧，加了洋葱的叉烧饭，但是没想到第一餐还是丝滑入境。那谁你就学吧，旅游一定要趁早，朋友们。只要是能够用国内支付方式的地方。我已经碰到了那个传说中的什么重庆大厦了。说实话，朋友们，其实我也是去过不少机场，但是在大兴机场有一个设计让我真的觉得无与伦比。男士的小便池它是有一个足球门设计的，大兴机场上每次都是真的是卯足全力，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那么的。就是精准过，或者说那么的明确过目标。明确目标，大家懂我这种感觉吗？我说这点真的给大兴机场点赞哈。足球菜可以菜，但是这个爱足球的情怀是绝对不能少的。作为一名90后，其实我对香港的绝大部分印象都是来自于香港电影，还有学校所学的课文。那这一次也是本人第一次来到香港，内心真的非常的激动。虽然这一次自由行只有2天时间，但我一定会努力的用手中的镜头，为屏幕前的各位总裁呈现出一个原汁原味的香港风貌。从北京到香港丝滑入境，那谁你就学吧。在香港这边乘坐交通工具，其实刷微信跟支付宝也行，但是他们说八达通会更加方便，然后我就搞了一张。说到八达通，我就想到了一个当年谢霆锋演了一个电影，我记得好像是那个有个女生在上面借钱嘛，谢霆锋没有嘛，但是结果来了一个老哥，人很好啊，但就是有点尴尬，所以我当时对八达通这个我很小时候看了，所以对那个情节很有印象。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坐飞机到的香港，那我非常的推荐你先游玩攻略里 Day 2的路线，因为从机场出来，你坐公共交通可以直接到中环附近，所以说从铜锣湾到太平山这条经典的旅游线路，非常适合从机场方向过来的朋友。等到了第2天，你再去游玩攻略里 Day 1的路线，就是天星港头到旺角这条路。假如说你和我一样想从香港直接坐高铁回到内地，那 Day 1的路线正好有高铁站，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啊，一定要错开晚高峰，人非常的多。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朋友们，你们能看到对面有一排长长的这些面包车吗？大家别笑话我。我总觉得从这些车里边总会下来一些古惑仔。这是两广早期的轻型步兵运输车，又号称陈浩南移动办公室。现在就到了这个铜锣湾了啊！陈浩南要抢的地盘，铜锣湾的扛把子。我是铜锣湾的扛把子。看到我背后的这条长廊哈，唯一一个能想起来的印象就是当时是古惑仔哪一部，然后陈浩南就是躲起来了嘛，黄某生带人来找他，然后到了他之后装没看见，就那一段我记得特清楚。然后那块的场景跟这块挺像啊，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过这么一说，我这能想起来的电影全是古惑仔，看来我之前也看都是什么呀？朋友们，你猜我看到啥了？我已经碰到了那个传说中的什么重庆大厦了，说它的知名度非常高，仅次于那个周星驰那个什么丽晶大宾馆。哦，对不起，你订的不是丽晶酒店，而是丽晶大宾馆。排行榜里据说里边特别的这个，就是特别接地气吧，反正这个意思。所以今天这是我的第一顿正餐。我走路10分钟不用，马上就吃了。可见今天有多饿。说实话，在香港的这个住这种平价酒店的500多块钱一晚的酒店，我个人感觉其实也还可以，最起码有个独立卫浴。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把这个插头转换成了这个国内的一个标准，这样其实还是挺方便的，不需要买那个转接插头了，还是比较有这个
老港片的氛围了。晾衣服的感觉，晾衣服的水，我操，这太带派了！是不是有那种感觉了，朋友们？啊，非常有这个纪念震撼感。我们唱着东方歌，大家做主站起来。我现在背后的风景就是著名的成功男人打卡地，什么李嘉诚背景板。要祝大家新的一年，发大财啊！这当然是赚合法的钱哈，是赚那种有命花的钱，非法的钱那就不赚了哈。遵守纪律，要不然都白干了。哇，找到了刘德华先生。华仔演过这么多电影，但一下想不出来他有什么经典台词。我像开出租的吗？我是空调的。哦，李连杰先生，十日攻下书城，还是碰到了达叔哈，他的经典台词太多了。你在教我做事啊？啊，终于让我找到了史蒂芬周先生。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朋友们，其实这一次来香港，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说什么微信、阿里在香港真的特别的方便，也随处可见。只要是能够用国内支付方式的地方，无论是香港还是其他国家，我都会尽量采用国内的支付方式。那不是说我故意为难哈，我当一个支付方式用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它就会更加的普及嘛，这样以后就会更方便。大陆这边或者说国人到国外旅游的话，会更加的方便。这个比起有时候天天在网上打口水战呀，或者说互骂什么的，不如用这样的方式，可能更加的有意义吧。其实从长辈口中我得知，香港最初对内地来的游客没有那么的友善。那我这次来有没有碰到过不友好的事情呢？你要说明面上呢，它真是没有了。但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那么一丁点的，怎么说呢？我不能说是恶意吧，反正用一个我最近在一直努力做到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恶意和不友善都理解成愚蠢，然后不要放弃沟通，不要放弃交流，不要放弃相互理解。正如我最喜欢的日本漫画《火影忍者》里说的那样，人与人相互理解的时代终有一天会到来。当然这么说好像看得有点过于天真了哈，但是我们再 call back 一下星爷说的话，如果说人没有理想，那跟咸鱼又有什么分别呢？家人们，你们知道在这个香港哈喝到蜜雪冰城的一个感觉吗？真的是非常的，就是你要说自豪吧，有点夸张了，但是又很有那种感觉。在香港这个平均水的价格在2位数以上的时候呢，香港的这个蜜雪冰城9块钱非常良心了，这简直就是人民的好伙伴不脱离群众的才是好东西。蜜雪冰城点赞，超级强感觉比在大陆喝的还要甜原来我点的是全糖朋友们，在深水埗区转了大半天了哈，这个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在我看来就是无论怎么看就是港味非常浓的一家餐厅就是我也没有去跟那个什么网红店打卡，就是自己溜达，就在这么一个长廊下，再配上这个房子装修的杆儿，再给大家完整的看一下这个环境，非常的有感觉。还有这种开放式的厨房，可真是太带派了，兄弟们。朋友们，这是老板他们推荐的一个本地的什么鸡肉饭吧，算是。各位老板，我父母说我长了一张吃八方的嘴，但是我对吃确实没有太大追求鸡肉是好吃的，是那种一看就是正儿八经正常生长的。Hello 老板，请问您在这里大概开店多少年了？20多30年。您是第一代吗？还是说之前长辈？之前长爸。长辈也是在做这种。对。真的蛮好吃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非速成的鸡了。对啊，我们这鸡都是新鲜鸡。新鲜鸡。内陆嘛，就大陆那边去旅游过吗？有。您都去过哪个城市呢？上海深圳重庆那给您的感受是什么呢？比如说去内陆玩的话，很旺，很旺。谢谢您的采访，感谢。谢谢你。香港真的很棒。老板们，我身后就是本次旅行的最后一个景点了哈，油麻地警署。非常多的港片的背景都是以这个警署为衬托。正当我要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我突然就碰到了一个天后古庙，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喜和意外。我就说吧，有的时候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就想这次说本来遗憾没有碰到任何跟宗教相关的地方，结果没想到啊，坐飞机来，然后坐高铁离开，也算是非常圆满的一次旅行了。说实话，这2天走的也是有点多，感觉腿有点受不了。确实有时候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年轻多旅游，有时候真的年纪大了，你真的有时候你心有余而真的是力不足。反正跟大家也是一种切身的一种体会吧。感谢每一位能够看到这里的朋友，希望本期视频的内容能够温暖到你。那如果你还有余力的话，也欢迎给我1键3连，这对 UP 主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想象中我来香港的第一餐应该都是什么广式茶点呀，或者说是什么，最起码是个什么叉烧饭吧，加了洋葱的叉烧饭。但是没想到第一餐还是麦当劳。所以说我说我真的喜欢吃麦当劳是真的，因为没有换太多现金。